最近啊，中国的官媒都不得不承认，中国经济出现4大困难，其中最让人揪心的就是内需不振这一条。说白了，老百姓是真的没钱了。看看这组数据有多吓人！10月份的 CPI 才涨了 0.3%， 比9月份的 0.4% 还要低，创下了6月以来的新低。这说明啥？说明老百姓手里真的是1毛钱都不剩了，连通胀都玩不起了。要知道，路透社调查预测的可是 0.4%， 结果连这个数都没达到。更有意思的是，如果把波动比较大的食品和燃料价格都剔除掉，10月份的核心通胀率才可怜巴巴的涨了 0.2%。这就相当于你得了重感冒，医生说恭喜你啊，除了发烧咳嗽，你身体其他部位都很健康。9月底的时候，有关部门可是放了大招啊，使出了组合拳，要刺激经济。结果呢，通胀率接近于0，跟咱们老百姓的钱包一样，都快见底了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我总结了3个典型现象，让你看看老百姓到底有多惨。第一，商场门店像鬼城。以前逛商场那叫一个人山人海，现在呢，进去就跟串联艺景点似的，冷清的吓人。更离谱的是，你看那些门面，3、4个月就换一次旺铺转租的牌子。我就想问问，这个旺字是不是打错了？应该是旺铺转租才对吧？望着人来租，却没人来。有的商场里，店员比顾客还多，就跟古代皇帝选妃似的，一堆人伺候着，却没生意做。为啥会这样？因为老百姓兜里是真没钱了呀。稍微有点钱的也捂得死死的，生怕哪天自己也成了穷光蛋。第二，生孩子成了奢侈品。现在的年轻人不是不想生，是不敢生啊。从尿布到奶粉，从学区房到补习班，养个孩子就像养了个吞金兽。结果呢，工资一降再降，就业形势一差再差，年轻人自己都快活不下去了，还谈什么生孩子？大家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老龄化加剧，未来劳动力短缺，整个社会都快被压垮了。这就好比你家里老人越来越多，能干活的人越来越少，最后连买药的钱都快掏不出来了。第三，省钱成了全民运动。以前周末出去潇洒，大手大脚花钱，现在呢，人人都成了精打细算的会计师，宁愿在家里抱着手机追剧，也不愿意出门消费了。这就形成了一个可怕的恶性循环，大家都不敢花钱，经济不增长，收入更少，更不敢花钱，经济更差。这不就跟吸血鬼咬人一样吗？一个传一个，最后整个社会都变成了吸血鬼，都在吸自己的血。那么老百姓的钱到底去哪了呢？答案是全都压在了楼市上。为了买房子，老百姓掏空了全家3代人的积蓄，连爷爷奶奶的养老金都搭进去了。但是你猜怎么着？全国到处是烂尾楼，一个园区动不动就有100多栋楼烂尾。这些钱就像扔进了黑洞，再也见不到了。更惨的是，开发商还负债累累，房子买不起也卖不出去，老百姓的血汗钱就这么被套牢了。有人说房地产是最大的黑手，这话一点不假。现在的情况是新房卖不出去，二手房挂牌量还在疯狂增长。这不就跟股市崩盘一样吗？越跌越多人要卖，越卖越跌，最后谁都逃不掉。看到这儿，你还觉得中国经济一片大好吗？说完老百姓没钱这个问题，咱们再来看看最新出炉的经济数据。这些数据简直比恐怖片还吓人。第一个致命伤，10月份社融数据爆雷，社会融资规模只有可怜的 1.4 万亿，新增人民币贷款更是只有5000亿。这是什么概念呢？路透社之前预测的可是 1.55 万亿的社融和7000亿的新增贷款啊。现在倒好，
连预期的一半都没到。社融增速从9月份的 8.0% 降到了 7.8%， 创下了2017年以来的新低。这就好比你的工资从每月8000降到7800，一直降到7年来的最低点，谁受得了啊？有证券分析师一针见血地指出，由于盈利能力不佳，企业融资需求仍然疲软。说白了，现在企业都快活不下去了，借钱的欲望都没了。这不就跟饭店生意太差，老板都不敢进货是一个道理吗？更离谱的是，家庭贷款从9月份的5000亿暴跌到了10月份的1600亿，企业贷款也从 1.49 万亿跌到了1300亿，简直是断崖式下跌啊！连央行放水都救不活的经济，你说它得烂成啥样？第二个致命伤 M1、M2 剪刀差创新高。10月末 M2 的余额是 309.71 万亿，同比增长 7.5%， 但是 M1 余额只有 63.34 万亿，同比暴跌 6.1%。 这两个数据的差值达到了负 13.6%。 说的专业一点， M1 代表着流动性较强的货币，包括现金和企业活期存款， M2 则包括了 M1 和定期存款等流动性较低的货币。这个剪刀差这么大，说明什么？说明大家都把钱存起来了，根本不敢花。从6月到10月，这个剪刀差分别是负 11.2%、负 12.9%、负 13.9%、负 14.2%、负 13.6%， 连续5个月都维持在负 10% 以下，这还不够吓人吗？经济活动都快停摆了。第三个致命伤，中央和地方都没招了。最近，决策层推出了10万亿的化债计划，说是要帮地方政府解困。但是你仔细一看就知道，这就是个障眼法。这10万亿是怎么来的？6万亿是增加地方政府债务限额，用来置换存量隐性债务。从2024年开始，每年再拿出8000亿，连续搞5年，加起来是4万亿。这不就是借新还旧吗？有意思的是，这笔钱还是以地方债的形式发放，不是特别国债。这就是自己的孩子自己养，顶多省点利息而已。说白了，中央根本就不想真金白银的去救地方。更糟糕的是，北京现在面临的是多重危机。随着川普在美国大选中胜出，情况更加严峻。他已经明确表态，上任后要对中国商品征收 60% 以上的关税。这对中国经济来说简直是雪上加霜。有分析师指出，川普明年1月重返白宫后，中美经贸关系将面临更大不确定性。再加上现在欧洲、日本、韩国、澳洲等发达国家对华贸易政策也在收紧，中国外贸环境可以说是四面楚歌。面对这种局势，决策层最近在《经济日报》上发文呼吁提振内需，说未来一段时期要以国内市场为主。但问题是，老百姓兜里没钱，拿什么来提振内需？这不是抓着自己的头发想离开地球吗？看看这些数据，第三季度外资撤出了81亿美元，第三季度 GDP 增长只有 4.6%， 是今年以来最慢的。这些数字说明什么？说明中国经济已经跌入了冰窟窟啊！专家们说，今年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可能很难开。为啥？因为他们面临3大矛盾。第一，想改革吧，又要触及现有官员的利益；第二，想改善对外关系吧，又和外交政策冲突；第三，想用西方的救市措施吧，又和政治制度打架。这不就跟得了重病，吃药怕伤胃，不吃药又要命一样吗？现在决策层能做的，也就是拖着、熬着，借新还旧，像个无底洞一样往里填钱。但问题是，这个洞到底能填多久呢？说句不好听的，再这么下去，搞不好就要变成一地鸡毛了。
如果你觉得我说的危言耸听，那就仔细看看这些数据吧。数字不会骗人，但人会骗人，这话一点都不假。所以啊，大家且行且珍惜吧。在这个国家，靠得住的也就只有自己的本事了。不知道你们觉得呢？